儿子，你爸走了，临死前就盼着见你最后一面，可惜没能坚持到你回来。爸，2000年，难道我重生了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！爸，你还活着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瞎说啥呀？你爸就是在工地把腰扭了，请假回来歇几天，别一惊一乍的。上辈子，爸为了供我读大学，不仅要种地，还要进城去工地打工，积劳成疾，累垮了身子，导致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看到。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那么劳累，我要赚钱，带爸妈一起过上好日子。我记得这一年有只股票在下个月会暴涨，稳赚不赔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能错过。爸妈，你们能给我点钱吗？我想学炒股。炒股？我听说炒股风险很大，一不小心那可是倾家荡产啊！爸妈，我从小到大就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行，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爸支持你。你要多少？1万。老同学，可真有你的！我跟着你买股票，短短1星期翻了10倍，赚了200万，你简直就是股神啊！这次虽然我利用炒股赚了26万，但比起周林这种家世的人来说，还差得远。幸好我可以借助他的力量，把握好未来所有的致富机会，赚大钱，带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周林，听说你们周家拥有多家上市公司，而且你也是未来的接班人，我帮你赚的这点钱算不了什么。哎呀，那不一样啊，这是我自己赚的钱，我家里人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对了，我叔听说这件事儿，对你非常感兴趣，想要见你一面。叔叔，这是我同学送钱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股神。小伙子，眼光不错，对股市的预测如此精准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我是周家周冬青，交个朋友如何？周先生过奖了。周冬青可是周家的实权人物，马上他要进军房地产行业，没几年就成为房地产的领军人物，巅峰时身家上百亿，能和他结交，以后创业必定顺风顺水。这别人呢都叫我老板，你叫我先生，因为我敬重你。哈哈哈，小兄弟不错，今天晚上有兴趣一起吃个饭吗？我做东，欢迎新朋友的加入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小子可真牛啊，能让我叔叔主动请客，全省不超过10个。小兄弟，你是怎么想到来炒股的？看你的年纪，应该刚毕业吧？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想找个合作的人。哦，合作？目前我手里的钱是不足以翻起什么浪花。如果您肯跟进的话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大赚。这只股票势头确实不错，但如今已经大涨了一波，每股已经涨到了20元，这未来1、2年未必能再涨了。不，只需要1个月，我保证周先生能看到回报。刚进股市的年轻人就是有冲劲啊！1个月，以现在的股价，有勇气继续跟投的还能有多少人？你怕不是拿周老板当冤大头吧？小伙子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自己投点资金玩玩得了，我们可没空陪你胡闹。我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就证明我是有这样的实力的。各位不信的话，1个月之后推荐分享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周先生愿不愿意投钱。小兄弟，你用了1周的时间就帮我侄子获利200万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这样，我投1000万跟你合作，1个月之后，如果是赚了，我额外给你30%的分红。周先生，大气！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实力数1数2的老板，欢迎加入我们。这个包厢我万元户钱希言看上了，待会儿要在这宴请大人物，识相的话赶紧把地方给我腾出来。孙晴晴，我那个傍了大款的前女友，我们要是不识相呢？送钱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女的谁啊？那是我前女友孙晴晴。送钱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没有和你交往过，你那纯粹就是单相思，单相思懂不懂？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孙晴晴为了傍大款和我分手，却不知道她身边的钱希言其实已经结婚有老婆了，自己做了小三还不知情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可是巨福楼，多点2个菜，我都怕你洗盘子抵债。你们呢，既然是甜甜的朋友，那这样吧，这顿算我请了。就你，我怕你连菜钱都付不起。几道菜而已，我还是请得起的。你们可以再多加2道。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如果说我家亲爱的能请得起你们，有什么好处吗？你要什么好处？这样吧，你们呢惹了晴晴不开心，若是我请了这顿饭，那你们给她道个歉吧。你确定只需要道歉？确定。行，那我们就加2道菜，多了也吃不完。请你吃饭也不敢多加2道菜，还真不是一般的怂。怂不怂？你们买了单不就知道了？服务员，买单，他买啊。就加2道菜而已，还好意思那么大声？
看看你干的好事。 4000多块钱，我今天就带了9000多块钱，待会儿还要给赵总买单。要是给他们买了单，我这钱可就不够了。怎么了？反悔了？只要你给我和我兄弟们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赵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……哎呀，周老板，您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好给您订上好的包厢，保管您吃的满意。周老板，今天拉拢的赵总居然跟他们认识，还这么的殷勤。这位宋兄弟，还有这桌上的各位，哪个是你高攀得起的？你有什么资格请客？我们要吃饭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忙吧。你们是打算付钱呢，还是准备履行赌约？ 瞧你干的蠢事！他们的来头竟然比赵总还要大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这位兄弟，今天呢，确实是我们有错在先。您看，要不我让琴琴啊给你们道个歉？我才不给他们道歉呢！你行了，让女人道歉这种事，你个大男人也做得出来？怎么说也是我的前女友，乐子大家都看过了，这赌约呀就作罢。今天就放你一马，以后睁大点眼睛，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告辞，告辞。走。 小兄弟，1个月之后，无论是赔是赚，我都会登门拜访。这是在威胁吗？果然这些大人物没一个简单的。不过下个月那只股票会涨到38元一股，至少还有1倍的利润。这个新闻我记得很清楚。周先生，我还等着你的分红呢。好。在这个年代，小灵通可是稀罕见。希望爸妈别嫌我乱花钱。 都怪你家宋钱，要不是他说炒股赚钱，害得他堂哥跟着去炒股，结果呢赔了3万多。你要是还想认我这个嫂子，这钱就得你们赔。大伯母，你儿子炒股赔钱，关我们家什么事啊？想讹钱，你找错地方了。你还敢回来呀？要不是你说炒股赚钱，能害得我家倾家荡产吗？还钱3万。哎，大嫂，好好说，都是一家人。上辈子家里没钱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因为堂哥。堂哥在外欠了赌债，大伯母一家来借钱，爸妈把房子都卖了，给他们填窟窿。他们倒好，借完钱从来没还过，导致我爸做手术都拿不出钱。之前你为了给堂哥还赌债，可没少从我们家借钱。现在他自己炒股赔了钱，跑到我们家来讹账，你要脸吗？跑到我们家来讹账，你要脸？哎，那钱可是我豁了这条命从放高利贷那儿借来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挣钱了吗？实在不行，借我们一些呗。你堂哥那边催债的人还等着呢。我凭什么借给你？都是亲戚，你凭啥不借啊？你不会是根本没挣到钱，在这说大话吧？就你们家那点钱，早晚得让你败光了。儿子，你不会是真的把钱都败光了吧？哎，儿子这么大了，有分寸的，怎么会这么快就败光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被我猜中了吧？哎呦，你们家宋钱就是个败家子儿。大伯母，谁跟你说的我没赚到钱？我都看着呢，那股票天天跌，你怎么可能赚到钱？是真是假？我们去趟银行取钱不就知道了？好，现在就去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帮我查一下我这张卡的余额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装模作样，依我看呐，你的卡里压根儿就没有钱，不过是唬人罢了。先生，您这张卡里有26万。啥？他居然有这么多钱？那你赶快取出来借给我们呢！你笑啥呀？我笑你不要脸，异想天开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这钱借给我，我就天天上你们家门闹去。行啊，但我家如果有任何不顺心的事，我就花几千块钱雇人收拾你。你敢啊？赚了钱就不认这穷亲戚了？你还真是个没良心的！再这么骂下去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人这么干？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哎，儿子，你真的挣了那么多钱呐？哎呀，就说咱儿子是有个大出息的。儿子，你放心啊，有什么事爸妈给你扛着，你放手去做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以后会挣更多的钱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先生，您这是彩票中奖了吗？咱们县城连万元户都很少见，您竟然有这么多钱。先生，您这是彩票中奖了吗？咱们县城连万元户都很少见，您竟然有这么多钱。彩票？对啊，2000年的奥运会正在进行，我国首次拿下奥运会体操项目的冠军。当时消息出来时，大家都很激动。如果我能趁着竞猜的时候投进去一笔钱，那手里的钱就能再翻一番。爸妈，你们先拿着，我有点事，去趟彩票店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
老板，我要押注。现在是体操项目的押注，米国夺冠1赔1，毛熊1赔2，龙国1赔5，全部买进龙国体操队。咱们龙国可从来没在体操上得过冠军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等这几场比赛结束以后，咱们龙国体操真进入总决赛也不迟啊。龙国体操队这一路几乎是稳操胜券，过5关斩6将就没有输过，全部买下一定能大赚一笔。没事的，我相信咱们龙国体操队，这卡里有26万，全押。你是认真的，小子，可别赌钱赌傻了。竞猜也不是这么个玩法呀，1比5的赔率，万一没押中，你这26万可就打水漂了。不知道是哪家的败家子拿26万全押体操队，家里还真是有钱啊！26万可不是小数目，小兄弟，你知不知道钱有多难赚？听我一句劝，你把这钱拿走，我就当你没说过这话。没事，老板，帮我下注吧。恭喜龙国男子体操进入团体赛前8。太好了，还真让这小子给猜中了。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，你说我们要不要跟他一起押呀？我觉得他可能真知道点什么。要跟你跟，这东西全靠运气，他能知道点什么？等会儿输了，可别说我没提醒你。嘿，你小子还挺有本事的。运气比较好。龙国男子体操队进入半决赛。老板，我也要押龙国体操队。你赔本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龙国男子体操队进入决赛。太好了，又押中了，兄弟，你真是神了！侥幸而已。太好了，又押中了，兄弟，你真是神了！什么？我押了5万块钱给米国队，赔了呀，一切都完了。早让你跟我一起啊，你偏不信，这下好了吧？这不还有个决赛呢，你赶紧换个人下注吧。现在换有什么用啊？我前面赔的钱都回不来了。恭喜龙国体操队获得了冠军。小兄弟，不，大哥，你可真厉害。兄弟，不错呀。嗨，运气比较好。老板，我看你人还不错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做点生意？我看兄弟也是做大生意的主，可我没什么长处，就只是经营这家彩票店，唯一有用处的就是这一身肌肉。你要是不嫌弃，随便给我安排个职位就行。兄弟，龙彪哥可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仗义，之前有人去隔壁饭店闹事儿，都是他把人赶跑的，这条街就没有不认龙彪哥的。正好，以后发展业务免不了危险，先把人招来，以后再看职位安排。好，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。成，正好这店我开着也没什么劲儿，只要兄弟你说一声，我就去你那儿干活。这次兑奖后到手能有100万，接下来就可以着手做些大买卖了，让爸妈过上好日子指日可待。喂，老宋，我叔叔给你的分红我给你带来了，省城最大的饭店德运楼这儿等你哈，速来。好。哎呦，你怎么才来？菜都凉了。你小子上哪儿鬼混去了？怎么不跟我一起去彩票店？哎，我家里不让我碰那玩意儿。不过说实话，兄弟，赔了还是赚了？不是我吹，我赌谁赢，谁就能赢。还整身未卜先知了。不过有时候我真感觉你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一样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不过赚了钱是好事儿，咱这刚好吃个庆功宴。哦，对了，这300万我叔叔让给你，你小子还真神了，说未卜先知还真不过分。运气。之前拉周东兴投资的那只股票果然涨了。你现在也是100万身家了，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？我要做投资行业，不过在此之前得有个正规一点的办公场所。这些钱我打算开一个投资公司。2000年经济的风口浪尖，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。打算用这笔钱开一个投资公司。这么早就决定开公司了，你不怕赔啊？你忘了周先生说的话，缩手缩脚是干不成大事的。公司的选址我都看好了，就在那片地。哟，要我说还是你小子会选，你说巧不巧？正好我认识这块地皮的老板，走，顺道去问问。行。你要买这块地皮？对，实不相瞒，我想开一个投资公司，不知田老板能否将这块地皮卖给我？可以是可以。那价格方面，嘿，谈什么钱啊？我甚至可以投资你们，但前提是我要你们公司的股份。宋老板的能力我可是早有耳闻，投资股票连彩票都玩得转，我田某可是很看重宋老板啊。公司还没开呢就想来分一杯羹了，这算盘打的可真响。田老板谬赞了，不知田老板想入股多少？
田老板谬赞了，不知田老板想入股多少？这样吧，地皮你随便选，我不要你钱，但你公司50%的股份要给我。真是狮子大开口。田老板，那块地皮最多值200-300万，你想拿200-300万就拿走我们50%的股份，这买卖也太亏了。田老板有些强人所难啊。宋先生，300万还不知足呢，你这公司刚刚起步，有人愿意投就不错了。正常公司没有3年是不可能盈利的。好，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宋先生，打赌这样的事情可不是挂在嘴边随便说说的。既然是要打赌，那自然会有一定的赌约了。我给你的赌约就是，如果我1年内没有盈利1000万，我直接给你公司50%的股份。如果我输了呢？如果你输了，你不仅要放弃我公司的股份，还得给我投资300万，还得给我投资300万。区300万，好，我们白纸黑字写下来，立字为据。华律师，帮我准备一份协议。好了。曾老板，据我所知，你现在还在农村住吧？要不要我让司机送你回去？好意心领了，不过我正打算买辆车，就不劳田老板费心了。喂，妈，你跟爸明天出来一趟，我带着你们去买车。买车？儿子，你这才刚挣了钱，怎么就想去买车啊？妈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我挣钱就是让你们花的，别想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汽车店。儿子，这车可都得几十万呢，你身上真有这么多钱吗？爸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之前不都让你看过了吗？我这也是担心这。哎呀，他爹，儿子赚钱了，你还不开心啊？一天天净瞎操心。是啊，这汽车店还是我兄弟他们家开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周林之前说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，让我进去直接挑一辆就行。哎，看见没？那几个人在我们这儿站了10几分钟了也没进来，怕不是没钱，专门在门口装有钱人吧？谁知道呢？这年头买得起车的有几个？不都是看看摸摸就走的吗？哼，等我去问问。这位先生，看您在这边站了半天，您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？不买的话就请您挪挪位置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汽车是你家的，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啊！你看你的穷酸样，还在这里装大头，买不起就赶紧滚！这就是你的待客态度？你们店长知道吗？哼，就凭你还想见我们店长？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配不配？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配不配？说话的。爸妈，你们先去挑挑，喜欢哪个跟我说。钱少，今日怎么有空来啊？之前那辆开腻了，过来买辆新的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！看看这辆可太符合您气质了。哟呵，冤家路窄啊！今天就你自己，那周家人不给你撑腰了，还敢来买车，买得起吗你？我看你是忘了之前给我道歉那事，当时放你一马，还真把自己当人头了。要不是那天有周家人在，你以为你能走出那个餐厅？今天还敢来汽车店，我就让你看看你是怎么被我打脸的！我就让你看看你是怎么被我打脸的！钱少还是那么爱说大话。既然如此，刚刚钱少挑的那辆车我要了。你还敢跟我抢车？你以为你算老几？怎么，难不成这辆车上写你钱希言的名字了？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这车可是全球限量款，外国牌子，懂不懂？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开啊？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得上。是啊，这车只有我们钱少才能配得上开。你有钱吗？就来汽车店。钱少，你没来之前，我可是看到他在店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呢，估计就是来装大款的。是吗，宋钱？是吗，宋钱？看来你之前的靠山也是看透了你的本质，知道你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所以把你赶出来了吧？谁是废物？经理，您来了。我说这小子呢，没钱还敢来汽车店，我这就派人把他赶出去。把谁赶出去？当然是他这个穷光蛋了。是啊，我看你们这店呀，就不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穿得一身土气就算了，还爱说大话。
打肿脸充胖子。原来是钱少来了，您可是我们的贵客，快去给钱少倒杯茶。不用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打算换一辆车。我看这辆不错，你们把这个人赶走，我立刻就买下来。你还没那个本事，把你们店长叫过来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店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你要买就买，不买就滚。我们这儿不接待你这样的人。我看该滚的人是你才对吧？店长，你不是去谈合作了吗？怎么会连谁是贵宾都分不清楚了啊？我看你也别在这里干了。不是店长，我怎么没听懂你的意思？这钱少才是我们的贵宾啊。宋先生，是我招待不周，我替他们说声抱歉。周先生已经提前知会我们了，这里的车只要是您看中的，不用付钱，随时都可以开走。什么？他送钱凭什么让周家这么看重？他不过就是一个无名小卒，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利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请这位先生出去。宋先生是周少爷亲自打电话说要好好招待的，你竟然敢质疑周家，我就要刚刚钱少挑的这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也该讲个先来后到吧？这明明是我先选中的，凭什么给他呀？宋先生是我们这的贵客，只要是宋先生看中的车，他都可以优先选。你怎么样啊，钱少？被打脸的滋味爽不爽啊？你别得意太久，等周家知道你的本质以后，你迟早会被扫地出门。儿子，这说买就买了？是啊，爸，看看这车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儿子是真的大出息了啊！爸，那当然，我以后会赚更多的钱，咱家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走，回家吧。看来成立一家公司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这么详细的资料，如果仅靠我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是做不出来的。你小子眼光也是真毒，还得多亏你，这么快就能帮我找到这么多人，还帮我争取到周家1个亿资金的调用权，这对于我的投资公司可谓至关重要。哎，别说了，都是兄弟，也是你屡屡创造奇迹，我跟着你投资，少说让家族收益提高了30%。现在我那些叔叔伯伯恨不得把你招赘进周家。我现在一心搞事业，可没那心思。随你。不过这次投资方向上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既然已经重生了，还开了自己的投资公司，那干就要干票大的。我就要缔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商业帝国，而在未来，互联网绝对是必不可少的。我要找一个人跟我合作搞互联网。互联网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一个颠覆大众认知的新东西。以后等物流发展了，我们甚至能在1天之内吃上外国的蔬菜和水果。1天？去国外一趟1天都不一定回得来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什么时候和你开过玩笑？拿上文件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我就算把公司关掉，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妥协。可是马总，现在的行业情况就是这样，90%的商家都是吃回扣的。如果我们特立独行，可能会成为行业公敌啊。我们公司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线上交易环境。如果公司带头鼓励这种吃回扣的恶性竞争，那么我们怎么会有长远的发展？可是马总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即便是公司倒闭，也不能改变公司的原则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，公司正在开会，你不能进去。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对不起，马总，这人非要闯进来，我没能拦住。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听见你们的讨论，我有些话想说。马总你好，这是我们成风投资有限公司的宋钱，宋总之前和您有过联系的，今天是来谈投资的事情的。实在抱歉，刚才听你们讨论半天也没讨论出结果，没忍住才冲进来的。原来是宋总。那对于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，宋总有何高见？这是我们公司这段时间以来收集到的贵公司的资料。贵公司软件用户的使用量接近1000万，但从资料里可以看出，其实你们平台成交的订单并不多，使用的人这么多，成交量却这么少，是为什么呢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不就是我们不让他们吃回扣吗？没错，但你说的这个不是根本原因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你们为商家和买家提供了一个信息平台，但是他们却通过你们给的信息线下联系，中间根本不需要你们平台达成合作，他们私下联系交易，你们自然是不理解。你说的这些问题，
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是有什么办法？别人就是不愿意在线上达成交易，你还能强迫别人不成？当然不行。就凭你这一堆数据，难道你比我这个亲自出去调研的人还清楚情况？这些商家为什么不愿意交易？我来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他们吃不到回扣。既然你们已经看出了问题，那为什么想不出解决办法呢？我们这么多人讨论了大半个月都没找到解决的办法，我们想不出来，难道你就能想出来？这就是我今天冒失闯进来的目的。信息分享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爽快，1个亿的投资换30%的股份。爽快，1个亿的投资换30%的股份。可别小瞧这30%的股份，在未来价值可能是几百个亿，而且我与周家订了协议，可以占有30%，差不多100亿左右。你还真敢说，区1个亿就想要30%的股份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看这人就是来捣乱的，还是赶紧轰出去吧。我们公司再怎么落魄，也还没沦落到这种地步。1个亿确实少了点，但是如果我能让你们公司在1年时间内占据国内90%的市场份额呢？宋先生应该明白你刚才说的话代表着什么。只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做，我敢保证1年之内绝对实现这个目标。如果做不到，我这1个亿就当是送给你们公司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那么也别谈什么30%了，我直接给你40%。好。合同也签下了，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锦囊妙计了吧？合同也签下了，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锦囊妙计了吧？行吧，那我就简单说2句。目前公司面临的问题大家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商家不愿意在平台下单，而是直接线下交易。但是你们发现没有，虽然他们不在平台交易，但平台的用户量和用户活跃度却越来越高。那是因为平台有他们需要的信息，只要我们掌握了信息，掌握了用户需求，那就是掌握了未来。你是说让我们限制用户获取信息？限制信息，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我们平台不就是靠这些信息获取用户的？是啊，如果限制他们获取信息，恐怕用户会全部跑光吧？还以为是啥好办法呢，不过如此。让我想想，我们平台最大的优势便是有着庞大的商家信息，这就是我们手中的筹码。而信息不仅仅可以用来共享，它还能成为一种商品。你的意思是卖信息？你的意思是卖信息？没错，这些信息就是商家的必需品。我们可以设置信息付费，不但不会流失用户，反而还会提高我们平台信息的价值。对呀，宋先生，你真是个商业奇才啊！别愁眉苦脸的了，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跟人对赌输过？以前那是你运气好，但是这次真的不一样。你闯进人家会议室的时候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放心吧，我凭借的从来不是运气。成峰投资集团公司豪掷1元，强势入股马里公司。哎呀，菜来了，妈，你就别忙活了，坐下吃吧，这么多菜都够吃了。儿子，妈都听说了，你现在是又开公司又上新闻的。我跟你爸出个门，好多人都围过来夸我们生了个好儿子呢。我儿子啊，有出息了。妈，爸，儿子能有今天啊，离不开你们的支持。我现在呢还不是很满足，将来等我的商业帝国建好，带你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。将来等我的商业帝国建好，带你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。哎呀，儿子，妈知道你孝顺，不过你也不能太累了。还有啊，咱们同村的和你一样大的人都买房结婚了，你啥时候也找个对象啊？妈，我还小着呢，不着急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明天我们先去把房子买了，然后再说这个事儿。哎，行，行，这也行。快吃菜。宋钱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他！名震整个临江的宋钱，居然会到我们店里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是啊，是啊，我要去找他要个签名。宋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是专门来找我的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会不理我的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快看，这女人在干嘛？她怎么钻到宋钱的怀里去了？难道孙晴晴就没有吹牛？她真的是宋钱的女朋友？这怎么可能？就是啊，是。
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自重。没有关系，你好狠的心呢！你就算不要我，但是不能不要我肚子里的孩子呀！有孩子了，孩子？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我告诉你，宋钱，不管你现在有多大本事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必须得滚！精彩呀，宋老板！没想到你还有一段这样的过去。原来是你在算计我，以为把我的名声搞臭，公司就会一落千丈吗？宋先生，怎么见到我感到很惊讶吗？田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或者你想怎么样呢？宋先生果然爽快，你可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赌协议？当然记得。可我听说宋先生最近在马里公司那里投资了1个亿，我这场地你免费用着，可我没得到任何好处。过几年你要是破产了，我找谁要钱去？宋先生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在马里的投资带上田家。带上田家绝对会稀释我在马里公司的股份。田一夫的算盘倒是打得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要投资马里公司，你为什么不先下手为强？投资这种事情啊，肯定是有风险的。你投，我也投，要亏，一起亏呀。那我要是拒绝你呢？你的把柄可都抓在我的手上呢，你以为你还有拒绝的权利？就凭这些照片跟视频，你觉得能威胁到我吗？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视频交给媒体？交给媒体？大不了我让他生下来，生下来我养着，总比身上寄养一只寄生虫好得多吧？而且是一只只会在背后耍阴招的臭虫。你真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了？我没工夫在这跟你瞎扯，你应该有我的电话吧？孩子生下来联系我，做个亲子鉴定，如果是我的，我就负责到底；如果不是我的，今天这些照片跟视频，你自己考虑要不要发。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对赌协议。田先生，你还真是不知足。行，300万我不要了，我会让公司的法务继续跟进的，违约金多少钱我都赔到底。你好。你帮我挑一套我想要的房子，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事成之后给你10%的提成。10%？那可是100万啊！好的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带你去。你看这栋别墅怎么样？隐蔽性好，环境位置优越，最适合您这样的人了。宋钱，你就这么无情吗？我无情？你跟田一夫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行了，就这套吧。剩下的100万给你了，谢谢宋老板。哎，有些人啊，天天嚷嚷着是宋老板的女朋友，没想到是在吹嘘啊。自己当初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反倒是攀上来了。看来出了名也不好啊，到处都有人等着抓我的小辫子。进。老板，有人找您，请进。宋先生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来得晚了点。你让助理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？关于你们公司近期的发展。宋先生，请讲。你们公司目前平台啊，做的都是商家，有没有考虑过把消费者拉进来？消费者？这恐怕很难实现。我们没有吸引消费者的手段啊。商品啊，我们可以利用商品吸引消费者，比这个线下便宜5成，甚至7成。比这个线下便宜5成，甚至7成。这不是亏本买卖吗？用户在平台上买东西，我们怎么运输呀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听我说啊。目前线下买东西啊，最大的一笔费用就是店铺的租金，而线上就可以把这一环节省掉。这么说确实也有道理。而且呢，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开店，找那些有货源的人让他们开店，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就行。
那这确实值得一试。但是我要先解决物流的问题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最近呢收购了几家物流公司，等你的项目做好之后，跟他们直接对接就行了。宋先生，您的商业嗅觉实在太敏锐了，我马上让人去办。好，喂，妈。家里亲戚都祝贺你发财了，都来咱家吵着要见你，我和你爸都劝不住，只能给你打电话了。行，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回去。现在的事业还算稳定，是时候考虑带着村民一起致富了。养殖业挺不错。忘记我这个老同学了，刘毅，他们家就是搞养殖场的。喂，刘毅，我有一桩大生意要跟你谈一下，来一趟宋家村。好。表哥，车就停这里吧，村子里面的路不好走，开不进去。那好吧，回头把这村里的路修一修。家乡现在还这么差，我在外挣了那么多钱，也该改善一下家乡的环境了。哎呀，这什么车这么气派？是啊是啊，真漂亮。哎呀，喂，宋姐，我刘毅啊，我到你们村口了。我靠，等会儿啊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啊。这车怎么这么矮？能坐几个人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叫豪车。什么是豪车啊？妈呀，算了，给你们说了你们也听不懂。你只需要知道这车价值300-400万就完事儿了。啊？300-400万？真的假的？这车我可得离远一点，万一碰坏了我可赔不起呀。话说咱们镇上啥时候出了这么个有钱人？怕是咱们镇上的首富刘百万家里也没这么多钱吧？我把手里流动资金能有100万就不错了。这车我们可买不起。宋钱说有大生意给我们谈，我爸亲自去买礼品了。希望宋钱能帮我圆了买豪车的梦吧。我说宋钱他小姨，你也太天真了，你还真以为能靠宋钱发财？你背着我们给了他10万块呀！哎呦，恐怕这钱算是喂了狗喽。这做生意哪能没有风险呀？赔了就赔了，我既然愿意把钱给小钱，我就绝对相信他的为人。哟，都这会儿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怎么不替你儿子想想啊？那可是10万块呀，能讨个老婆了。好啦，都别吵了，等宋钱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？哎呦喂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还以为他能回来呀？我听说他大把的把钱都给了别人，你们的钱被他骗了去，8成啊打水漂喽。二妹家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可给我们老宋家长脸喽。大伯母，说到给宋家长脸，我应该没有堂哥给宋家长脸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堂哥之前赌博借了30万块，你居然还说我借了小姨10万不还给他，还说我亏欠他跑了。小姨啊，之前你给我的那10万呢？这些呢是这几个月的分红，你放心，你的10万放在我这儿，我保证每年都有分红。天哪，那么多钱！天哪，这钱小子在外面发财了呀！是啊，10万块，几个月赚了20万，而且每年都可以分红。妈，你拿着吧，这都是表哥带回来的。这么多钱，真的是我那10万块钱赚的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你大伯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就是啊，瞧你让我们担心的，也不知道早点回来。大伯母，我堂哥怎么没回来？是不是不敢回来啊？你表哥他在外面工作忙，今年就不回来了。工作忙？
我怎么记得他没有工作？是不是这个赌债没还清，不敢回来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两句吧，洗洗手，咱们准备开饭了。老同学，你来我们家谈什么大生意啊？你现在可是大老板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爸亲自过来了。这是咱们镇的首富刘百万吧？存款超过100万，大老板。这刘百万亲自过来，难道是要提血送钱？有可能。宋总，得知你要跟我刘家谈合作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，万分感谢你给我赚钱的机会啊！刘叔叔，我俩是同学，您这样就太见外了。伯父伯母，一点小心意。啥情况？不是刘百万要提血送钱，反而是要巴结送钱。他现在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了。宋总，不知道你要谈的生意是？是这样子的，我听说你们家有养殖场，我想搞一个特色养殖，这样的话，咱们的村民也有收入了，未来的发展会更好。这可是个大工程啊！不知道宋总你想做多大规模？规模我倒是没考虑过。你们家的养殖场大概有多大规模啊？我们那个厂子养了3万多只鸡，算是我们那边最大的厂子了。3万多只，这还是有点小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我去你们厂考察一下，咱们再谈后面的合作。毕竟做生意投资是件大事，是要好好考察。那明天就恭候宋总大驾。好，再见。对了，宋姐。对了，宋姐。咱们村口停了辆豪车，你知道吗？顶级豪车，价值300多万。你说的那个车呀，就是我表哥的。还得是你呀！那车我做梦都想买，没想到你直接开上了。没事儿，我们现在反正有合作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你也可以圆梦。那行，老同学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对了，兄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你说。那个，你打算投养殖场是认真的吗？你打算投多少？1-2千万吧，毕竟我对你们这个行业不太了解。1-2千万？怎么了？不够吗？兄弟，够，太够了。前面那个山头被我爸承包下来养鸡了，这样养出来的鸡叫跑山鸡，而且呢肉质非常鲜嫩，比普通的鸡蛋白质含量要高出来很多，基本不愁销路。刚刚出来就被预定光了。本来我爸今年是打算扩大厂子的，但是呢，我出了点事儿，所以就给耽误下来了。怎么样？看了一上午，有什么感想啊？爸，咱们厂又下雨了，鸡又死了好多。这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堆死过上千只呢。刘叔叔，我刚才看了一圈，你的这个养殖场办得确实不错。我打算把那边几个山头全部承包下来。什么？全部承包？兄弟，你真的假的？糊涂了吧你？你知道承包附近所有山头需要多少钱吗？你知道这么大规模能养多少只鸡吗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不仅打算承包山头，我还打算开一家农产品的工厂，这样我们养殖出来的鸡直接加工。那加工完之后销路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对啊，销路问题你不用担心，咱们线上线下齐头并进，打造一个品牌，你只负责线下部分就行了，线上部分呢我来负责。另外我最近投资了一家公司，他们在做这个线上的物流，如果时机得当的话，咱们这个事情肯定做得特别好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之所以敢这么做呢，是因为我现在是马里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你竟然真的是马里公司最大的股东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原本以为我们的差距并不大，只要我努力努力就能够赶上，但没想到是我在做梦。我们这个小地方竟然还能出现这么大的人物。刘叔叔，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？具体你打算怎么搞这个事情？既然我们打算做一个完整的生产链，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搞个体的发展，我们要成立一个农产品公司，打造属于我们的品牌。这样我投资2000万，你来做厂长，给你30%股份，怎么样？行。你们这边呢，
主要负责养殖的事情，加工跟销售链我另有安排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开这些工厂呢，也是为了带动咱们村的经济。你跟那些村民们说一说，如果愿意搬迁的人，都是有搬迁费的。真好，真好，好。哎，咱们这破地方还真有老板相中啊！这么大一笔补偿金，简直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儿。宋家大伯可说了，大家可不能轻易松口，给少了我可不愿意。就是，我们齐心协力，绝对不能松口。村民们，大家都安静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这个拆迁呐，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好事儿啊！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安置房，而且呢，还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赔偿，是吧？也算是很高的赔偿标准了啊！高标准？这算啥高标准呢？啊！占了我们的祖宅，哼，才赔这么一点儿，你们这次爱找谁签找谁签去，老子反正就是不签。就是一套安置房能值几个钱啊？原来是你为了捞钱，联合村民一起抬高价钱，做梦！哎呀，大家不要激动，这个事情啊，都是慢慢商量出来的。你们呢，对这个条件不满意，你们倒是说说，想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哎呀，哎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行，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安置房必须要有，但是这赔偿金要每平米涨到2万。2万一平？你开玩笑你？那岂不是每个人都得赔100-200万呢？下钱想疯了啊！哼，这送钱的大伯母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一家200万，人家老板也不是傻子，他也真敢开口。其实吧，我觉得这个赔偿方法也不错，一家有个10几20万的，还有一套安置房，也没有什么的呀。我倒觉得他说的对，这地要是占了，我们以后可就啥都没了，这不得多赔点儿？就是啊，一个大老板能差这点钱？以前啊，总是被那有钱人吸血，现在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了，那不得好好回个本儿？哎，送钱？你上来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在这儿给我捣乱。送钱这小子上去干啥？他家大人还在底下坐着，他们家啥时候轮到他做主了？大家伙儿，你们刚才都谁同意我大伯母说的这个方案？给他们记下来。好的。大伯母，你们如果都同意这个方案的话，就找我大伯母去要这个赔偿吧。又不是我搞拆迁，你让我签啥合同啊？既然不是你搞拆迁，那你在这儿唧唧歪歪什么？我上来是代表村民发言的，那咋就变成唧唧歪歪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小子你站在哪一边的呀？小孩子别瞎闹，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，赶快下去。就是这小子上去干啥？一点规矩也不懂，他家大人也不管管。我看他呀，是上大学上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大伯母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好心啊？哎呀，还会替村民们出头。哼，我一直都这么好心。拆迁这可是大事，总得有人站出来替村民发话吧？好人呐，好人呐，之前我都没发现你这么好。哎，也不是不可以商量，只要你给我100万，我保证不再带村民抬价。我说你这么大个老板，100万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。那些村民傻不拉几的，只要钱到位，我肯定能给你摆平这件事儿。你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有这段录音吧？我说呢，他怎么这么好心？原来呀，打的这个鬼主意，还敢骂我们傻不拉几，什么东西？就是，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早知道就不听他的，直接签字就好了。我告诉你们吧，其实我就是这次拆迁的老板。我大伯母说的100万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做梦！村长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
既然宋老板到这儿了，下面就给我们大家说说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个臭小子！哎呦，去！真是的！哎，真的假的？这场子还真是送钱的小子搞的。我听说啊，这宋钱跟刘百万一直在弄那个什么养殖场的事儿。这之后，刘百万就把附近的山头全都包下来了。不会就是这宋钱做的吧？哎呀，我这果然没看错，咱们老宋家出笼了！切，滚，赶紧滚！还有脸坐在这儿？你们快滚！快滚吧！说什么涨价，原来是给自己谋利，安的什么心呢？真是不要脸的东西，一肚子坏水！好了，刚才同意举手的人，等会儿在这儿登记一下。不同意的人，如果没事的话，就可以走了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刚才的补偿方案已经不错了，我留下来一会儿就去签字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签字。好，这第二批愿意签字的人啊，每户多增加10万。10万！而且呢，工厂成立之后呢，只要签字的人都会有工作的机会。哇！每户增加10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还能优先得到进工厂工作的机会。还好啊，我刚才没去签字，要是签了，可被宋家的大伯母给害惨了。签一个字就少10万，刚刚那些人心都在流血吧？看到没？这就是现实的例子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小便宜的人总会吃大亏。就是啊。哥哥，那些不愿意签字的人怎么办？不愿意签字的人就算了呗，我不介意我的工厂门前多几间民房。对了，给工厂门前多安几个监控吧，防止我大伯母带人过来闹事。好，你登记一下吧。我来。厂子的厂长就让曲静做，表弟看着是个可塑之才，但没什么经验，必须得有人帮着他。那副厂长，我记得上辈子村里有个高中文化的女人很有本事。对了，李翠莲。地里的草都1人高了，你还好意思坐着喝茶？好什么好？我这难得放假休息一会儿，还得去干活。你说你啊，一个大男人，地里的活从来都不干，还好意思休息？5000多块钱的工资，儿子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家里柴米油盐买完，剩余的钱1分都没有。给你找的工作，你为啥旷工啊？人家问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唉。你好，我来找你聊件事。你是找我有事吗？对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在咱们镇上呢开了一个厂子，有一份工作特别适合你，不知道你考虑吗？哦，你就是那个镇上开厂的大老板啊？可是宋老板，我什么都不会啊，我除了有个高中学历就没上过班，我能去做什么呢？上辈子李翠莲离婚后在镇上办了个工厂，还搞得风风火火的，吸纳了一堆无业村民，让他帮忙管理厂子，再适合不过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之前了解过，你考上过大学，只是没有去上。我这边的工作呢也不是很复杂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签劳动合同，1个月的工资的话6000块。6000？宋老板，1个月这么高的工资啊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啥工作呀？这么高的工资啊？我对你的了解呢，目前给你的工作呢，就是负责管理一下我们厂的工人，职务是副厂长。宋老板，你既然这么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，谢谢。好，欢迎。这次呀，多亏了你宋钱，办这么大的厂子，还给你表弟也安排了工作。放心吧，小姨，表弟他很聪明的，肯定能胜任。儿子，没事常回来看看啊。好，走了。好。几天不见，这么着急约我吃饭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兄弟这回彻底完犊子了。怎么了？
哎，你之前不是回老家吗？我也被叫回去了一趟，这一来一回啊，就像是从天堂到了地狱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去年我跟我叔不是炒股吗？替家里挣了不少钱，把家里那几个老家伙高兴坏了。最近股市不景气，我们股市受打压，我跟我叔不打算干了。这几个老家伙不愿意啊，帮我跟我叔从头到脚撸个干净，还收回了周家所有资金。这么严重？哎，只不过是周老爷子找的借口罢了，他就想把我跟我叔踢出周家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总不能找个工厂去打工吧？你有没有想过脱离家里面，自己出来创业？哎，想是想过，但具体干什么，你有什么门路吗？我觉得吧，你如果想自己创业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互联网这个行业。这个行业呢，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。网络公司具体怎么弄啊？很简单，你先注册一家公司，找一些开发的人员，把东西做出来，推向市场就行。马里公司你听过吗？嗯。你知道他们一天能赚多少钱吗？几十万。一天几十万？真有这么多呀？没错，这还算少的。等移动互联网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之后，1分钟几十万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建议你先开发一个手机软件。这几年啊，国内的这个智能手机是越来越流行了，但是做手机软件的厂家倒是还不多。你现在入场的话还不算晚，还能占据一些市场的份额。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！我之前除了跟在我叔后面分红，我就是在酒吧跟朋友玩，我除了聊天什么也不会啊。既然你这么擅长聊天，那这样你就开发一个聊天的软件。还能这样啊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行，我明天就去注册公司试试。我对这个方面啊也非常的感兴趣。这样，我给你投资2000万，占你20%的股份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分配吧。行，谢谢兄弟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哎，明天呢，我安排我的秘书让他准备一下，提供一份计划书。我真的是你们的董事长，你不信的话，给孙经理打个电话，让他下来接我。董事长？我们公司只有一个董事长，那就是孙总。什么时候又跑出来个董事长啊？你给上面打个电话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无非是想进去见孙总拉投资罢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公司还有别的门道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想见我们孙总不是不可以，前提你得懂点规矩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看看这上面的人，明码标价，只要你懂点事儿，里面的人见谁都行。只要你懂点事儿，里面的人见谁都行。没想到公司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居然明码标价的出售人员信息。难怪雅丽每天老是跟我抱怨，公司里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几个来谈投资的人，搞得她快烦死了。孙雅丽既然没有追究这件事情，要么是有人在背后打掩护，要么就是孙雅丽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一定要彻底整顿。喂，宋钱，你怎么不打我手机，打公司座机干什么？我现在以董事长的身份跟你说，你找的保安把我拦在了门外，你现在下来接我。董事长，这人真的是董事长？对不起，董事长，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新来的不懂规矩，请您原谅我。原来是你们，当初是看校友的份上把你们招来，可你们竟然这么让人寒心。苏泽，我记得你来公司的时候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你，我破例收了你，结果你在背后给我搞这些小动作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错了，苏泽，你被开除了。孙雅丽，调查一下，所有有关的人一律开除。好的，老板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老周，
我刚忙事呢，刚把事情安排好。怎么了？这么长时间没联系，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兄弟，我最近一直在沿海这边有个会议，规模还挺大的，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这边有个会议，规模还挺大的，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哦，什么会啊？广交会，听说行业大佬都来参加这个会议，你要不要过来一趟？广交会，我记得有个叫洛基的手机品牌也会去。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和他们接触，那投资手机行业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我去一趟。雅丽，老板，雅丽，咱们公司的账上还有多少钱？年初的时候，马里打了一笔分红，目前公司账上还有接近4个亿。这么多？行，你先把手头上所有投资的项目暂停一下，然后呢，钱也先别动了，这些钱我过几天会用。顺便帮我订一张后天的机票，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。好的，老板。行，去吧。你这次我看你那个项目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最近怎么样？没头绪啊！我现在这就我那生意，我告诉你，太搞不懂了。这次的邀请函还是靠着马里公司才拿到的，上面对于广交会极其重视，进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佬。李总，上次那个项目谈得怎么样啊？嗨，那个项目我放弃了，核算下来利润还不到10个亿，懒得折腾。哎，听说你最近在做电子商城啊？方总，你野心不小啊！哎，哪里，打闹而已。难怪我没有收到邀请，原来真的不够资格呀。哎，宋钱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这不是蹭你名声进来的吗？能有后排已经不错了。得了吧你，马里集团就属你的股份最高，你要不是太低调这邀请函恐怕送到你手里才对。来，坐。这就是投资进马里集团，让你起死回生的背后大佬。这是华用集团的创始人老任，一直想跟你见一面。老任，他的华用集团未来也是市值1000亿的庞大集团，如果能和他合作，甚至能拿到华用的股份，也不虚此行了。哎，这是哪路大神？竟然能让马里和老任这么看重？没听他们说吗？那人可是股市传奇、投资神话宋钱啊！居然是他！老任、马里，你们既然都在这儿，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想法。我打算呢，咱们一块儿投资一个手机公司。手机公司？对，也不需要呢，非要出钱。这样，你的公司里面有技术，出技术就行；阿里的公司有客户资源，出客户资源就好。我这儿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就是有点闲钱，我就出点钱。你这个想法很大胆。我们公司是搞技术的，手机行业不清楚，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行，我们全力配合。那你打算投多少钱？既然要做嘛，就要做好一些。第一批先投5个亿。5个亿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这5个亿呢，也是用于前期建设这个工厂，最大的投入还是老任这边，因为5个亿对研发来说不算很多。行。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一下，就是咱们的公司做出来之后不上市。上市对一家公司来说尤为重要，股市能让公司的身价提高100倍，为什么不上市呢？上市确实有很多好处，也能带来很多的便利，但是也有很多的缺点。我们的公司如果做得非常好，甚至影响了国外的一些国家的经济的话，那他们可能会限制我们。但我们如果不上市的话，他们很多手段就使不出来。好，行，那我回去先规划一下我的计划，等规划完了之后再跟你们详谈。好，好。老板，出事了！你之前在乡下办的那个养殖场积死了一大片，而且现在完全办不下去了。肯定是大伯母一家搞的鬼。这样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出去一趟，我先去找人。好的，老板。去吧。老板，来张刮刮乐。好。
哎，彪哥，之前不就听说你不想干这个了？怎么现在还在做呀？哎呀，我不干吃什么呀？我们家就靠着这个小破店能挣点钱了。话不是这么说的呀，听说你以前不是跟人家混过吗？混什么混，早从良了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早不吃那一套了。哥们儿，要点什么？老板，这就认不出来我了。之前不是说好有合适的工作过来找你吗？你认真的？这还能有假？兄弟，你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呢开了家公司，缺一个安保经理，你愿不愿意？哎呦，刚来就让我当经理啊！哟，彪哥，这是遇到贵人了呀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，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趟？哎，老板都发话了，哪能不去？走，走。兄弟啊，帮我开一下店啊！好的，老板。来来来，各位都打起精神来啊！一会儿宋老板到了，别让他看见你们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哎，曲总，你说我们厂是不是开不下去了呀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没开工。别瞎说，宋老板待会儿到了，不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个事情的吗？唉，要是再不开工，我们就只能另谋出路了。是啊，虽然没开工，宋总也给我们发工资，可就那点工资够谁用啊？我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，总不能一直在这耗着呀。再说，放我们走对宋老板也有好处啊，至少可以让他省掉一大笔开支啊。大家先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急，我心里也急啊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你们离开厂子到外面去找工作，又能容易吗？对呀，难道你们愿意抛弃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跑到外地去吗？谁愿意啊？没办法，这是。宋老板一会儿就过来了，相信他一定能想到办法让厂子运作起来。如果连宋老板都想不到办法，那么那时候你们再离开厂子，我也不拦着你们了。说的也是啊，说的宋老板应该有办法。宋老板，你来了，我领你到车间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好。老板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们公司都那么赚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开一个养殖加工厂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办这个加工厂呢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希望给家乡做点贡献。一个加工厂呢，可以提供上百个岗位，也能带动家乡的养殖业发展。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！你们好，我是你们老板宋乾。刚才我在厂区里面转了一圈，我发现咱们的厂里啊有很多的问题。哎，宋老板，你不是来解决我们加工厂原材料问题的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说起我们的问题啊？我们是一家食品加工厂，食品加工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卫生。你们敢吃这些没有经过严格把控的产品吗？哎，宋老板，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吗？怎么还挑上我们的毛病了？怎么，不服？我们是一家食品加工厂，如果卫生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就算有原材料，你们觉得我们能开工吗？宋老板，那句话也太让人寒心了。我们在这等你半天，你一来就开始削我们，这都好几天了，我们一个人都没走，你一来就开始说我们的问题。我花钱雇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是做加工，而不是让你们在背后议论咱们厂子能不能运转下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先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，而不是越级去操心老板的事。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，如果我不说，你们就打算当做不存在吗？还有，你们的工资我都会按时发的。我开厂就是为了咱们村里的人能有口饭吃，这件事我保证会解决。但你们要先完成自己的工作，不要议论不该议论的东西。现在，你们所有人去把厂子的清洁卫生搞好。走吧。这可怎么办？宋老板把这么大的养殖场交给我，却出了这种事。宋乾走的时候就说要多装摄像头，可根本拦不住啊！刚开始就出现投毒这件事儿，毒死了一大群鸡苗。前几天宋家大伯又过来，带着村里人偷走了几万只鸡苗。大晚上戴着口罩，根本找不到人。哎呀，太可恨了！这几天我一直不敢进新鸡苗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可是没有新鸡，加工厂运作不起来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咱们呢。
我给宋钱打电话问问，他应该快回来了。行，毕竟人家宋老板出的钱，咱得让人家知道具体情况。喂，宋强，咱家小机场出事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买机苗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爸，宋钱说先买机苗，剩下的交给他，让咱别担心。好。养殖场这个事情，完全就是因为我大伯。我大伯这个人还挺麻烦的，要想对付他呀，咱们只能比他更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要是能找到什么把柄的话，钱哥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只是说来听听。你刚才说要拿捏住他们的把柄，我在来之前调查了一下你大伯家里面的情况，发现他们两口唯一在乎的也只有他们的儿子。说的没错，这点我也想过。这样，先找到我那个表哥的位置，咱们先从他儿子身上下手。好。我这个表哥最大的爱好就是好赌，只要抓住这一点，给他挖个坑，不准大伯他们不往里跳。哎呦，这次的行动非常成功，让刘百万直接损失了几十万。哎呦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偷来的鸡苗咱们自己养养，也一样能赚钱。谁说不是呢？那宋钱赚了那么多钱，多给点拆迁款怎么了？是啊，怎么那么黑心呢？没错，他没有了鸡苗，看他们怎么搞。你不是牛吗，宋钱？你不是想搞加工吗？现在连材料都没有了。我看他怎么搞！哎呦！我就说我宋强不可能倒霉一辈子，我堂弟宋钱都能混出个人样来，这回终于轮到我翻身了。强哥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打算干点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哎，我们强哥这么厉害，就该发挥自己的优势。我们不如拉个台子，自己搞个厂子出来。这个主意好啊，但是我现在身上钱不够啊。强哥，你手气这么好，怎么不想办法多赢点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台子搭不起来啊，那群人精得很，他们看我手气好，都躲着我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他们那里玩的都比较大。光入场费就得20万。20万啊！20万就20万，老子有这个钱。现在快带我过去。哎，好嘞。大小手，再来。好，买定离手。压小就压大。我也压小。哎呀，哎呀！还玩不玩？不玩就滚蛋，别耽误别人下注啊！是啊，不玩就走吧，在这干嘛呢？赶紧让开吧，都连续开10把大了，马上要开小了，别挡着我下注。东子，你那还有钱没？先借给我，我赢1把就还给你。强哥，我刚才也是一直跟着你下注的，我也没钱了。哎，强哥，你家里不是有套房子吗？不如……房子？对，我还有房子，把我家房子给押上。我家那套房子少说也得值个20-30万，把房子全部给押上，赢1把就能翻身。房子？你确定？怎么，你们不敢啊？谁不敢？你要是押房子，就先给我写个欠条。来吧，哈哈。拿走。呀，
压大，全梭哈了。好，我压小，全部梭哈。哦，梭哈了，好，来了啊！小，豹子大，都是我的啦！豹子通杀，来吧啊！真的是赚大发了，全完了。强哥，这，哎呀，哎。已经按照老板的意思都办好了，这是欠条。哎，很好，做得不错。这下大伯母他们就没有心思再作妖了。对了，加工厂那边呢？都走向正轨了，工人们也都有活干了。现在我手里的钱越来越多，加上蚂蚁公司的分红，以及投资别的公司的分红，能动用的资金大概有几十亿。可是真的想创立商业帝国，目前的钱远远不够。除了互联网，我还必须在科技层面上占据大头。老板，我们回去吗？回。我刚好有了一个新的投资想法。想要赚到更多的钱用来研发，首选的还是基金。建立了基金，肯定会有大把的人冲着我们公司的名气把钱投进来，到时候我们可支配的金额就会更多。宋钱啊，宋钱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么多点子的？当初让你入股公司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今天是成峰基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机，听说他们公司刚成立才不到1年，这个基金靠谱吗？当然靠谱。成峰基金背后的老板啊，可是宋钱，是马里公司最大的股东，资金力量绝对雄厚。而且我还听说了，马里公司还推出了一个应用软件，直接就可以在手机上投资，这么方便，那我也试试去。各位，我简单说两句，你们呢都是我高薪聘请来的基金高手。今天呢是我们成峰基金开业的第1天，大家都加把劲。行，那你们就开始忙起来吧。行，那你们就开始忙起来吧。不行了，这也太猛了！这才短短的5分钟，我这边就已经收到超过1万笔散户的投资了。我这边情况也一样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受欢迎的基金。别慌，先把老板交代的那几只股票给加进仓里再忙。对，差点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不过，老板为什么非要我们长期持有这几只股票？尤其是那个什么白酒，我真看不出来有什么潜力。哎，你就别琢磨老板心思了。你要是能琢磨明白，你就不用做什么经理人了，直接当投资人算了吧。今天上市的第1天，感觉怎么样？具体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，要等下午收盘之后才知道。不过今天粗略的统计了一下，今天上午一共收纳了60多亿的资金，而且这些资金呢，大部分都是一些散户。行，再加把劲宣传，争取今天下午收盘之前突破100亿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会儿就安排下去。喂，老周，怎么了？祝贺你啊！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已经帮你联系了好几位技术专家，他们都愿意加入你的科研所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龙彪去选好地址了。对，那块地啊，我已经提前让人调查过了，是一片黑土地。我打算呢，可以再种植一些蔬菜，后面可以卖出去。好。那片区域还挺大的，如果要是只搞科研的话，其他地方还挺浪费的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他们提前调查过了。那边区域啊，是一片黑土地，我们可以种植一些蔬菜，然后通过我们的科研所卖出去。我们种蔬菜？老板，我们对这个种蔬菜可是一窍不通啊，而且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。没事儿，那边岛上的人呀，他们都会种地。那么大的一块地，如果不种地不开垦的话，不就浪费了？而且你不觉得种地是一件很悠闲的事吗？我们把研究室的研究搞好不就可以了吗？现在的人啊，
对这个绿色的蔬菜特别上心，我们只要种出来，肯定会有人买。而且我爸妈也喜欢种地，等以后这边的机械化发展起来了，就让他们来开展这个地方的机械化生产，还能带动周边居民致富。老板，就算种了这些菜，我们也没办法运出去啊。放心，肯定能运出去的。你呢，就负责把咱们的名声打出去，让人知道这是送钱的蔬菜。这真的有用吗？我什么时候出过错了？我们可以通过马里公司的线上渠道，把蔬菜的价格跟数量挂在网上，然后通过科研所把它卖出去。放心吧，肯定赚钱。今天是我们蔬菜开售的第1天，先放一部分试试水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售罄了，赶紧限制一下下单人数。送钱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想买东西都不可以。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，我只想吃一口新鲜的蔬菜。这怎么能这样？我只是想买东西，距离太远，好多东西都买不到，好不容易有蔬菜，竟然售空了。没想到我们的蔬菜竟然那么受欢迎。没想到我们的蔬菜竟然那么受欢迎，真是没有想到。这些偏远地区的人呀，想吃个东西都要跑那么远。雅丽，这样。找人研究一下他们这边的路线，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到达他们那里。既然要做物流的嘛，就要做到四通八达。老板，这样子的话，工程量很大呀，而且那些所在地区，它连个基本的路都没有。这样子，我们要是想要发展物流的话，有很大难度。老板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些地区实在是太偏远了呀。既然我们要做物流，难道这些偏远的地方我们就不管？我相信啊，只要钱到位，我们就能搭建出来模型，就能打造属于他们的物流通道。可是这样子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啊！我们基金才刚上市不久，目前能抽出来的钱能用的并不多。那就要回到我的老本行。您的意思是，钱生钱最多的地方还是在股市，而对于股票的涨跌，我早就记在了心里。宋总，您确定要把所有钱都投在这上面吗？虽然你说现在股票的走势很不稳定，但是机遇大，危险也同样非常大。我们要不先尝试一下，投一点试试水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是啊，这可是你所有的钱啊，一旦亏了，那就是血本无归啊。我想你们了解我这个人呢，不太喜欢保守，大家都一个样子，未免太没有意思了。我已经看好了，明天呢，我们投资华伦集团，资金能翻1倍，就看谁能钓到这头大鱼。好，小雪，从明天下午开始，你用1个亿分批投入到华伦集团，记住，一定要悄悄的，不要让别人发现一些异常。好的，宋总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就要到5点半了，你们下班回家休息吧。今天不用加班，回家好好休息。可是我们最近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呢。听我的，你们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再来上班。宋总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让你回去早点休息，大家就都回去吧。真的吗，宋总？你简直太明智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陪陪自己的家人了。宋总，你太帅了！如果我发现你们明天谁没来上班，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福利了。行了，去吧。好。从明天开始，我的这个计划一定会震惊所有人。我到时候倒要看看谁会瞧不起我送钱。嘿，大家都注意了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要按照老板说的那样，自己抓住自己的时间节点。无论是买入呢，还是卖出，时间大家自己把握。而且老板之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相信大家不会让老板失望的，对吧？华伦那边一旦开始有所动作，立刻将分析的结果报给我。我们要时刻关注华伦自身的变化，等项目开盘铃声一响，那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。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机会，不能只靠宋总一个人。我们要证明给宋总看，我们不是庸才。好的，收到。关于华伦集团的任何变动，我们都会及时收集。之前宋总已经安排好了所有华伦集团最有可能发生拐点的时刻，这个时间段已经被我们标注好了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各位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宋总，您辛苦了，咱们的所有计划都在稳步推行。我们之前对华伦集团的担忧，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。等下午开市，我们一定拿到最好的成绩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见证成败的时候。当然，我不建议各位把这次的结果看得太重，但这次的结果也是我们近期的一个收获。具体我这投资的1个亿能回报多少，那就看各位的手下的操作。那个宋总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咱们只盯着华伦集团这一张票，会不会有点太冒险呢？不会。
这个华伦集团呀，我之前已经盯了他很久，我考察他过很多次。按道理来说，华伦集团近日发现了一件丑闻，这件丑闻如果被发现之后的话，他们的股票是要下跌的。但我发现他们的股票并没有下跌。我仔细查了一下，发现背后竟然注入了一笔5个亿的投资，那就说明有人是要用这个丑闻盖住这笔投资。只要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操作，肯定稳赚不赔。宋总，华伦股票飙红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有一笔莫名的资金注入？按照原定计划，今天下午我们集团公司股票应该一路翻绿。可是为什么突然会有资金注入？这让我的计划彻底泡汤。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场资金的注入明显是有预谋的，我很怀疑在座的人跟我有二心。依我看来，对方应该是已经提前预料到上次商业丑闻掩盖之前5个亿的秘密，虽然可能性不大，但是如果一旦成真，那么这一切就太可怕了。在座的都是华伦公司的元老，这次很明显，对方是想利用这卑劣的手段彻底打击华伦公司。我想无论是谁，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容忍这件事的发生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们不能认输！你们给我听着，接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将投入到这场战斗中，无论这背后是谁在捣鬼，都要将对方给揪出来，然后彻底干掉。之前5个亿的资金不够，那就继续投入。怎么样，宋总？今天的战役打得还不错吧？刚开盘，账户的钱就变成了2亿5千万，非常不错，做得很好。这次结束之后呢，我带你们去旅游，地点你们定。哇，老板万岁！喂，什么？我爸住院了。妈，我爸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你总算来了。医生说你爸是心脏病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累着了，现在让抓紧时间做手术呢。我爸住院的事似乎比上一世提前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上一世的事情再发生。妈，没事，我现在有钱，我马上就去交钱，让我爸手术。你别急。我儿子来了呀，没事啊，爸这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吃点药就好了，别浪费钱啊。爸，没事的，钱不是问题，儿子现在有钱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做手术把你的病治好。好，我这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？这算什么？你的身体好不了，这才是给我添麻烦。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座岛，我妈不是喜欢种蔬菜和水果吗？等你们好了，我带你们去。哎呀，好。准备做手术吧。爸，你安心做手术，我跟妈在外面等着你。好，走吧。你爸之前这病就老犯，我就说要给你打电话，可他偏不肯。他说咱儿子有出息了，打电话耽误你的工作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赚钱就是给你们花的。送钱，送钱在哪儿呢？送钱在哪儿呢？这里是医院，你们干什么的？不准大喊大叫，影响别人休息。再不走的话，我叫保安来赶你们了。需要我去交涉一下吗，老板？不用了。我们跟宋钱是亲戚呀，我是来看我弟弟的。哎呀，就是啊。哎，那不是我的大侄子吗？行了，护士，让他们过来吧，没事的。那好吧，不许影响别人休息。听说我二弟生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大伯，我听说你欠了一屁股债，怎么现在有心思来看我爸？你们是不是要来借钱的呀？你们是不是要来借钱的呀？爸，就是他让我写的欠条。好啊，送钱，果然是你要害我。你要了我们家的房子还不算，还想让我们去乞讨。你还记得你之前怎么把房子说出去的？要不是你给我下了局，我怎么可能会欠钱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拿到1分钱，我已经报了警了，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们吧。反正你开赌局挣的钱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。开赌场？你有证据说我开赌场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
我可以告你诽谤。怎么没有证据？你等着。过来吧。看到了吧，东子可是跟我一起去的，他看了全过程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跑得了。至于之前签的那张欠条，根本就没有法律效益。宋钱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快把我们的房子还回来，要不然一会警察到了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是他的证人？哎，老板，哪能啊，老板，我是您的人才对啊。你行了，宋钱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你赶紧把钱还回来。我们一家马上就要被你逼得住大街了。你要是真这么能写狠毒，我就什么呀？哼，你现在或多或少算是个大老板了吧？公众人物啊，你说我要是把你给亲戚做局的事放到网上，看还有没有人来买你的东西？是啊，你也不想你刚做起来的生意就被我们给毁了吧？这样，1000万，只要你答应给我们1000万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你，怎么样？只要你答应给我们1000万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你，怎么样？精彩，确实精彩！你们一家3口真是演了一出好戏，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今天就给你豁出去了，原本不想跟你闹个鱼死网破的，既然你不愿意给钱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过来吧。宋先生，身为乘风集团的老板，竟对自己亲戚如此逼迫，并且抢走了亲戚家的最后一套房子，这是否有些过分呢？是啊，作为马里公司最大的投资人，宋先生，您不打算解释一番吗？还是说你已经做好了以权压人的准备？我们都是为人民发声的记者，无论什么都不能打动我们。宋先生，请问您表弟的卖房合同在你手上，对吗？没错，卖房合同在我手里。那这是否可以说明，就是您在算计你大伯家的房产呢？你们的想象力未免有点太好了。为人民发声，如果我不是送钱的话，你们还会来采访我吗？如果我不是送钱的话，你们还会来采访我吗？那当然了。想要头条，可不是这么要来的。我手里确实有我表弟的欠条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。这张欠条是我大伯一家几年前给我们的，50万。当时我表弟宋强赌博欠了别人的债，是他朝着我家借了50万才还上。请问这位先生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他胡说。我胡说八道。这些年我们家借给你们家多少钱？我爸妈甚至没有让你们还过。这套房子只值30万，他们家还欠我们家20万，我要那20万，是不是理所当然？你放屁！欠债是欠债，赌博是赌博。你拿着骗我的钱说是我还给你的，我呸！你还真是无耻！你一口一个赌博，一口一个开设赌场，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你没有证据，等警察来了，我是可以告你污蔑诽谤的。请问是宋先生说的这样吗？你们家欠了宋先生家的债，还反咬一口？不是，我才没有。记者同志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小子啊，从小就知道偷鸡摸狗。我们家之前开了一个养殖场，他没少偷我们家的鸡苗。按照这样说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告他盗窃罪？不告了，我不告了，我可不想坐牢。宋钱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呀！警察同志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他们这伙人呀，在这扰乱治安，你们赶紧把他带走。他之前偷了宋钱养鸡场的鸡苗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对，这个人简直赌博成性，还不知悔改，欠钱不还，还叫我们来抹黑宋钱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你们都可以作证吗？对，可以作证，我们都愿意跟你去警局。实在抱歉，宋先生，是我们没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回头我一定会帮你澄清这件事的。宋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还您一个清白。记者同志们，谢谢你们，愿意还我一个清白。走，给我回公安局。儿子，这妈，没事的，他们本来就欠咱们家的钱啊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，没事的，妈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再休息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爸，这次我终于救回你了。儿子，爸，我在呢，手术很成功，你多注意休息就好了。我儿子出息了。那太好了，叔叔，这是我们员工的一些心意。怎么能要你们的东西？宋老板在工作上面帮助我们这么多，我们早就把他当成家人和朋友了。你也是要赶紧养好身体啊。对，等您养好了身体啊，就去老板包下的那个岛去看看，里面的蔬菜长得特别的好。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机械化了，
你们呀，就像去度假一样，去玩玩。好。哎呀，爸妈，怎么样？这么大一块地，这得要雇多少人呐？10来个人。哟，10来个人哪行啊？我看你们又要浇水又要施肥，10个人恐怕不够吧？这呀，可多亏了我们老板。您刚刚看见外面的白房子了没？里面都是研究这些科技的人。这底下的水管呀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时间浇水呢。那按照你们这个说法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。爸妈，我让你们来这儿呢，就是来享福的。你们只需要每天看看机器有没有运转，赚多少钱就行。哎呦，我儿子都能研究出来这么厉害的东西了，比这厉害的呀多了去了。现在我们老板的身价呀可是1000亿呢。哟呵，真是好小子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老板，新菜刚刚都卖完了，现在马上安排物流给他们运过去。之前说的给偏远地区修路的事儿，基本上都完成了。现在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的新菜呢。这次一下放了很多，保证啊大家都能够吃得上。做得不错。儿子，修什么路啊？妈，是这样子，我现在不是有点钱了吗？就想着给社会做点贡献，给贫困山区的这些人修路，让他们的交通也变得便利一些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妈支持你。爸也支持你，有钱了就是该多为国家多做做贡献。儿子，你可真是我们的骄傲啊！之前啊，我们老板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，现在网上的人都说他是最善良的慈善家呢。能够弥补上辈子对你们的亏欠，也是老天有眼啊！这蔬菜真不错啊！哎呀，对了，我病好之后啊，还没有下厨呢。哎，这次大家伙都在啊，都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小尊、小龙，你们都来啊！爸，你就别折腾了。这怎么能算折腾呢？儿子尝尝爸的手艺不好吗？行，走，咱们回家。